嘿，你好吗？今天被客户刁难了，会议也开得不太顺利，颇热疲惫的身体，把钥匙插进家门，门一开，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已经在门口等你了，尾巴像是装了马达，甚至还发出那种有点委屈的呜呜声。那一刻，你觉得整天的武装都可以卸下了，你蹲下来，张开双手，给他一个大大的用力的拥抱，你觉得心被填满了，你觉得这就是爱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就在你紧紧抱住他的这一刻，他的心里其实充满了压力呢？如果我告诉你，那个总是无条件接纳你的小家人，其实一直在默默忍受我们呢？嗨，这里是小土狗阿宝与倩倩。今天这支影片我收集了许多资料，想和你聊聊人类最常见、最容易被狗狗误解的3个爱的动作。注意，关于刚刚我提到的用力的拥抱，想象一下，在野外什么情况下会有东西紧紧地环绕着一只狗？那通常是在被捕食者抓住，或是被同伴压制住的时候。对于人类来说，拥抱是亲密的顶峰，但对于狗狗来说，它们天性是需要随时准备逃跑的，这是它们的生存本能。所以当它们无法动弹的时候，它们浮现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我被困住了。仔细观察，当你抱紧它时，它的耳朵会往后压吗？这是焦虑和服从的讯号。它会快速地舔自己的嘴唇吗？这是标准的压力释放。它会把头转开，避免跟你对视吗？他在试图解除冲突，告诉你他没有恶意。如果你看到了这些讯号，请你明白，你爱的动作对他来说是个心理负担。他爱你，所以他接受了，他牺牲了他的舒适和安全感来换取你的开心。等等，我们要聊的第3点会告诉你如何用他们听得懂的方式来取代拥抱，让他更爱你。注意，很多主人喜欢对着狗狗的头部或鼻子亲吻，这动作跟拥抱一样，都是人类表达爱的方式。但狗狗世界中，头和脸是它们敏感也最需要保护的部位，将自己的脸凑过去，从它们的角度看来，就像是直接侵犯到了它的私人空间。特别是当我们亲亲时，往往会直视它们的眼睛。我们知道眼神接触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，但对一只狗狗来说，直勾勾的眼神就是一种强烈的挑战或威胁。这时候就有同学要问啦，不对啊，我的狗狗每天回家都会主动来舔我的脸，这难道不是爱吗？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，人类的亲吻是一种压迫的动作，伴随着眼神直视，传达的是高压信号。狗狗的舔点在行为学中，舔舐脸部或嘴巴周围，通常是从幼犬时期就延续下来的服从和恳求行为。幼犬会舔母亲的嘴巴，以恳求母亲呕出食物。成年后，它们对着你舔舔脸部，是在表达你是我的资源供应者，你是老大，我对你表示尊重和依赖。这是一种非常正面的信号，代表它接纳你的地位。虽然也含有情感连结，但本质上与人类表达爱的亲吻是2种完全不同的语言。所以当你将脸凑过去，强迫他接受亲吻时，他感受到的是威胁。当他主动舔舔你的脸时，他是在表达服从和接纳。注意，这是最常见也最让我们心疼的一点。许多人表达友善，习惯性的会伸出手，从狗狗的头顶往下摸。现在我们结合前面2点来思考，你伸出手，朝着它最需要保护的头部直直逼近，并且压制下去，这几乎是集威胁和压制于一身的动作。对于一只狗狗来说，当手手落在它的头上时，它必须强迫自己维持稳定，告诉自己这是主人，没事的。但长久下来，这会让他们对伸向他们的手产生一种潜在的焦虑。那么正确的爱到底该如何表达呢？停止摸头顶，改用侧边安抚法，从狗狗的侧边靠近，而不是正面。把你的手放在他们的胸部、下巴或肩膀2侧，这些地方是他们最容易接受且最舒服的黄金区。当你抚摸这些地方时，他们不用低头，不用做出服从的姿势，他们可以站得直挺挺的享受。当你抚摸他的侧身和胸口时，他们会感觉到一种平等、安全且被尊重的爱。这时，他们会主动将身体的重量微微靠向你，这才是他们用全语对你说我也爱你妈妈，这样真的很舒服。注意，请不要误会，这支影片绝对不是在指责你做错了什么，更不是要否定你对他的那份爱。如果你是每天回家都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或亲吻他额头的人，请
请你记得，你的狗狗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些，不是因为它们喜欢，而是因为它们爱你，它们愿意为了你默默地接受。这份爱已经是世上最伟大、最无私的爱了。但我们更该做的是学习，我们需要用一种他们能理解的方式，给予他们选择权，让他们在接受你的爱时，不必强迫自己，而是可以骄傲地抬起头。爱不应该造成他的负担。今天晚上回家，试着这样用侧边安抚法，你可能会发现，当他不必担心你的手会压向他的头部时，他会主动放松身体，深深地靠向你。好啦，今天先聊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也请订阅我哟，下次见，拜拜。